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。内容简介：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是按照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，推演了一场最真实的印巴冲突和第二次打印战争，展开了海、陆、空全面对抗。全系列涵盖了300种军事武器装备，对 Z、美、印、巴局势进行了模拟推演，对各大国军事武器装备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解读，对若干争议话题也有深度的分析。第12集，轰炸后被攻击。担任攻击的费萨尔中尉在仪表板右上角的头像下显示器 HDD 上按了几下，将预定的路径点串联起来。可以看出，整个攻击是沿着一条沟壑进行的，最后在一座大山边上转一个弯，就能看到山谷底部的降落场。第一次攻击将由它进行，除了蓝盾吊舱，它的 F-16还携带着电势制导炸弹。攻击的难点是发现目标和及时发射武器，由于山谷过于狭长，整个过程对于单座战斗机而言相当的仓促。如果它无法击中，第16中队的2架雷电战斗机将用普通的500磅航空炸弹发动第二次攻击，当然打中目标的机会就更少。还有5分钟，记住我的话，黑夜是你的朋友，也是最大的敌人。哈马德上校倚老卖老地说了一句。看了看 RWR 雷达告警接收机的显示器，主要的无线电威胁一直没有出现，这说明任务的第一部分隐蔽接近的部分做得还不错，印度人没有警觉起来。很多年来，靠着夜色和山区地形掩护来接近敌人，一直是巴基斯坦空军研究的主要课题。在这个方面，他们不输给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专业空军。当然，如同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，低空和夜色也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。即使有了精确的 GPS 和惯性导航设备，这种高度依赖地形的任务仍然具有很高的风险。所以，折中的解决办法是在黄昏后或者黎明前发起攻击，这也会使得热成像的夜视方式受干扰。但是，经过多次演练后得出的结论是，微光模式也可以发挥作用。我已经看到那座山了，正准备转弯，费萨尔中尉说着减慢了速度。此时，无线电测得的相对高度只有500米，只是略微高于前面的那座山。东方的地平线已经泛白，能见度好了不少。这是两难的选择，尽管低空接近十分的危险，不过权衡一下被附近的低空导弹阵地发现的威胁，下降高度仍然是值得的。费萨尔中尉将蓝盾吊舱的电源接通，转过大山后，立刻开启自动水平驾驶。他的眼睛暂时从前方离开，移动到下面的一台 CRT 阴极射线显示器上，将模式调节到微光模式。这是一个冒险的时刻，可以想象，空军不敢出动更适合执行这次任务的第5中队的新型双座 F-16，显然是害怕损失新飞机。瞄准吊舱就在飞机的机腹下方，方位与机头一致，所以从理论上说，看着这个小屏幕也可以勉强地操纵飞机。中尉将倍率调到8，立即发现在绿色的背景中有2架并列的米17直升机的轮廓，它们停在山谷的平地上，还在几公里外，后面不远处就是山崖。印度人的这个停机地点选得不错，给空中打击制造了不少困难。如果自己发射导弹后拉起的动作稍微迟钝一些，就会撞到山上。他按照程序首先接通 AGM-65 导弹的导引头电源，趁着导引头预热的当口，中尉手动打开瞄准吊舱的激光测距仪，测量了目标的斜距，只有 2.8 公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导弹导引头已经开始工作，中尉将显示器切换到导弹导引头通道上，这样他可以看到导弹的视野。微光成像的效果远远不如侦察吊舱，导弹的市场比侦察吊舱小得多，而且只有 2.5 倍的倍率。不过好在目标已经很近了。费萨尔中尉将导弹市场内的十字对准了第1架直升机，一旁目标斜距显示只有 1.9 公里了。格里芬1号，目标锁定了，费萨尔中尉说道。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机。接着，中尉看到旁边的一座23毫米高射机炮的炮口正在转向自己，毫无疑问是那里的印度士兵已经听到了飞机在接近，但是在这样的能见度下，他们应该无法瞄准自己。
他稍微抬起头，视线回到了正前方，查看抬头显示器上的自动驾驶状态，现在仍然处于稳定的平飞状态。当他再一次低下头的时候 ，Lock On 的提示已经在屏幕上闪烁，距离目标大概只有1500米了，已经接近这种导弹的最小射程了。他按下发射按钮，一道火光从飞机机翼下闪过，导弹飞向了目标。中尉猛地拉起飞机，再不拉起来的话，就要撞到前面的山上了。不过他不敢开启加力，怕转弯时被地面的印度士兵看到加力燃烧时喷出的尾焰。不过敌人仍然开始射击，可以看到夜光弹在座舱两旁飞过，打得还挺准。于是他将节流阀推到加力状态，战机速度急速增加。随着一声爆炸声，地面的射击随即停止了。费萨尔中尉想盘旋一圈看看战果，但是这时已经跃出地平线的旭日刺得他睁不开眼，他只能继续爬升，免得乱转弯撞到山上。我看到了，还有2个目标没有被击中，弹头威力太小了，哈马德上校在电台里说道。格里芬2号，注意检查你的下方，我看到有东西在你的后面，扎西德少校在电台里说道。费萨尔中尉立即做了一个翻滚，他立刻看到一道白色的航迹正划过一个很大的弧度，朝自己飞来。是萨姆7，他跟着你。费萨尔中尉立即将机头下压，他仍然在加力飞行中，尾随的导弹离他已经很近。这只是一枚步兵携带的防空导弹，但是开火时很隐蔽，不容易被发现。大部分被这种导弹击落的飞行员，直到导弹爆炸前都不会知道它就在后面。费萨尔中尉按下干扰夜光弹的按钮，连续发射了5组，然后他在时速只有800公里的情况下勉强做了一个转弯。导弹被干扰夜光弹弄昏了头，飞向了另一边，但是这一次确实把中尉吓坏了。并不是每一名飞行员都会在有生之年经历过被导弹追逐的。费萨尔中尉的动作变得有些僵硬，他还能勉强驾驶着 F-16笨拙地离开战场。光线不错，阿巴斯，你进行第2次攻击，哈马德命令道。他的僚机立即冲向了山谷，对他来说，用常规炸弹攻击很简单，不过要命中却也很难。阿巴斯的雷电战斗机俯冲了下去，丢下2颗500磅航空炸弹，弹着点离剩下的几架直升飞机很远。由于担心战机撞到前面的山上，飞行员的神经必须经受极大的考验。显然，阿巴斯没有经受住这样的考验。干得不错，我扔过更偏的，哈马德上校说道。上校，不必太勉强，我建议你从山谷上飞过来一次水平轰炸，担任掩护的扎西德少校说道。水平轰炸？听上去是在炸跑道，哈马德上校说道。但是上校，现在的能见度，扎西德继续喋喋不休地说道，好像在说上校已经老得看不清东西了。格里芬长机右侧3点钟测到一个信号，可能是米格21，距离17公里，这是150公里外预警机的声音。交给我，上校，你只管投弹，扎西德少校说道。好吧，最近的便宜总是让年轻人捡去，哈马德上校说道。上校，我始终在你2点钟附近，扎西德少校说道。哈马德上校开始进入攻击场，这个区域极窄又短，与第1、2次攻击相比，只是光线又稍微好了一点，但是周围的印度步兵也会更加的警惕。哈马德上校以700米的相对高度转过大山，大致与周围的山头齐平，然后进入了标准的目测轰炸阶段。简单的说就是俯冲，然后投弹脱离。这种方式与原始的惯性轰炸相比差别不大，只是多了连续弹着点计算机的协助。上校将准星对准斜下的米17直升机，开启弹着点计算，抽空看了看四周，确认没有红外导弹跟在后面。这是一个屏息的时刻，离目标越来越近，而目标紧靠着的一座陡峭大山也越来越近。毫无疑问，大部分飞行员都会把炸弹提前扔掉，这是因为其他飞行员在投弹前都会开启自动驾驶。但是哈马德上校是个例外，自动驾驶仪会规避大角度俯冲，而大角度俯冲对于没有精确制导炸弹的飞机来说，可以提高命中率。很快，上校就发现进场的高度有一些高了，
于是他将俯冲角度压到17度，几乎是笔直冲着地面而去。连续弹着点计算的斜度与速度参数出现变数，随即重启，这是一个要命的情况，看来只能重新绕一圈了。格里芬小队南面发现米格29可能会发射 R77主动雷达制导中距空空导弹，这时候预警机的声音响了起来。这些老式的 F-16到底行不行啊？上校心里想，他在考虑是否有必要让附近徘徊的2号僚机去支援另外2架缺乏中距弹的 F-16A 型。阿巴斯，你加入格里芬小队，打开火控雷达监视南面。哈马德上校命令道。明白。雷电呼啸着冲向地面，但是连续弹着点计算机的程序仍未完成。高度已经急剧减到了120米，地面上的印度士兵已经清晰可见，他们没有丢下伤员逃跑，个别勇敢的士兵还在用轻武器朝他开火，显然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。哈马德上校知道，在1-2秒钟之内自己就将撞倒地面，而连续弹着点计算机肯定是指望不上了。差不多了，上校立刻按下炸弹按钮，同时拉起了飞机。飞机最终抬头时，几乎是擦着米17的旋翼飞过去的，航空炸弹随即爆炸。上校可以看到一扇被炸飞的直升机绿色的舱门从机身旁边飞过，幸好没有打中自己的飞机。他拼命将飞机拉起，山坡上的几个印度士兵目瞪口呆地站着。哈马德上校与这些步兵彼此还看了一眼，直到整个燃烧的山谷被他甩到了身后。他刚想回头看一眼，一颗巨大的277主动雷达制导中距空空导弹从大山一旁冲了出来，从哈马德上校上面飞过，飞向了一架 F-16。上校还来不及看清是谁的座机，那架 F-16就已经凌空爆炸。啊，我们失去了费萨尔，扎西德少校喊道。告诉我情况，哈马德上校说道。前面有超过4架米格29，米格21更多。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正如你所料，从东面太阳的方向，阿巴斯喊道。第12集完。